你知道吗？根据研究，同样程度的资优生，如果就近读社区高中，未来的表现可能会比跑去念明星高中还要好哦。明星高中的存在有什么样的优缺点？为什么有很多人想要消灭明星高中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明星高中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去年年底，台北市教育局开出了第一枪，宣布所有的公私立高中职每班人数都要调降1人，来因应少子化的冲击。而有些明星高中，像是成功高中和北一女，更直接向教育局申请了减班，希望配合新课纲，增加学生可以使用的教室，也提高教学品质。这样做法看起来应该是一件好事，却意外引起了一些家长焦虑。有的父母担心未来自己的小孩会更难考上明星高中。我们注意到这件事情之后呢，觉得蛮有趣的。家长们的担忧很真实的反映了台湾长期以来对于明星高中的某种执着。不管是哪个年代，家长都会挤破头想要让孩子挤进明星高中。究竟读明星高中真的有比较好吗？所谓的明星高中又是怎么出现的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家里的长辈和小孩会常常点到一些怪怪的网站或广告吗？那很推荐你来看看凯擘大宽屏网络守护家。它的趋势上网防护除了可以防范各种网络攻击和个资外泄，还能够帮你过滤暴力、色情或诈骗钓鱼网站，甚至连 YouTube 影片都可以筛选。另外，它还有上网时间管理的功能，不但能够防止小孩沉迷网络，用来阻止自己一直滑手机也很好用。更赞的是，它可以按照每个家人的需求客制化设定分级，不用都被绑在一起。现在申办网络守护家可享有体验价39元起，申办指定光纤上网方案的话，还能够享有免费体验哦。马上点击资讯栏的链接查看更多资讯吧。讲到明星高中，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应该是像建中啊、北一、雄中、雄女，或者是各个县市的一中一女这些学业表现顶尖的老牌名校。这些学校大多在日治时期创立，当时日本政府为了普及教育，在台湾主要的几个行政区设立中等学校。在普通科方面，像是一中、二中、一女、二女等等，都是在当时出现的学校。在那个年代，能够接受教育的机会相对的匮乏，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在小学毕业之后继续读书，因此能够挤进这些中学校的学生，基本上学业表现都相对优异，也让这些学校有不错的口碑。那在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之后呢，这些学校大多都继续办学，不过很多的中学校都拆成了初中部跟高中部，也陆续改了名字。以台北市来说，建国中学其实就是过去的北一中，成功高中是北二中，中山女中则是北三女。或是呢，以这个台南市来说，现在的南一中在日治时期其实是二中，而现在的南二中才是当时的一中，但这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那么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公私立高中出现，但这些老牌学校的地位却不受影响，渐渐的变成了大家口中的明星高中。这些老学校之所以能够屹立不摇，跟历史发展有点关系。当时这些学校大多设立在人口密集的区域，这也让他们先天拥有考生多跟交通方便的两大优势。首先是考生多，由于这些学校负责的考区内学生人数都很多，自然让竞争更加激烈，更容易收到顶尖的学生。举例来说，在人口不多的地方，你可能 PR80 就能够考取第一志愿，但是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你得要有 PR95 才能够挤得进去。再加上这些学校通常位于车站或是主要干道附近，交通方便的优势也吸引附近地区的优秀学生前来就读，让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就像现在还是可以听到有南投的人跑去念中一中，桃园人跑去念建中，这种为了读明星高中每天大老远通勤的案例。但话说回来，明星高中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吸引力呢？会想念明星高中的原因百百种比如说呢，有的学生可能觉得明星高中学校管得少，学风更自由，可以有更快乐的高中生活。有些人则认为经过考试的筛选，明星高中至少聚集了一批会念书的同学，而且大家彼此程度接近，老师更能够因材施教，这样子的学习品质还有读书风气都会更好。有些家长则是认为，明星高中师资优良，再加上过去优秀校友提供的资源，可以让学生受到更好的教育，比较有机会考取好大学。甚至有家长觉得，明星高中的同学家庭的社经背景都不错，未来的发展也比较好，自己的小孩如果能够跟这些同学交朋友建立人脉也是很重要的事。总而言之大方向上，未来竞争力还是大家选明星高中的重要因素。
很多人也会认为考上明星高中就是拿到顶尖大学的入场券。不过，真的是这样吗？教育部曾经做过研究，追踪2组高中入学考前10% 的学生，一组呢是跨区就读明星高中，另外一组则是就近的读社区高中，看看他们之后的学业表现是怎么样。结果研究发现，3年之后读社区高中的那群学生，他们的学测成绩普遍都高于读明星高中的那一组。这也代表呢，读明星高中比较容易考上好大学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只是个迷思。如果只看明星高中整体的顶大升学率，它确实远高于一般的社区高中。但如果我们去看单一学生的表现，可能会发现不少明星高中的学生经过了高中3年，成绩反而没有当年那么亮眼。有的人在考高中时，成绩在同届是 PR95， 但考大学时成绩剩下 PR60、70而已，排名下滑了不少。而会有这样子的状况，不一定是学生太混或是玩太凶，而是读明星高中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有些人抱怨读明星高中其实很辛苦，有的老师认为学生能力都很好，上课都直接跳过基础，只教难的东西，让很多学生有听没懂，只能够自己去补习班补救。或者是也有少数的老师觉得学生可以自己读，反而对教学意兴阑珊，让学生只能够自立自强。另外，因为有不少明星高中的学生都是跨区就读，他们常常要早出晚归，花大量的时间在通勤上面，跟同龄的学生比起来不管是读书还是休息的时间都被压缩很多。最后，不少人认为明星高中的竞争压力真的不小，因为大家程度接近在明星高中里面不要被甩到后面就不错了。跟选择读社区高中人相比，想要靠繁星上大学更是机会渺茫。而最近几年呢，不断发生明星高中学生自伤甚至是寻短的事件，更让不少人认为明星高中早就该被消灭了。有不少人认为名校的光环或许亮眼，但也对学生造成很大的压力。根据这几年的调查，就读明星高中的学生，不止补习的时数比较高，自伤自杀率也比其他的学生高。主要可能是因为这些能够进到明星高中的学生，国中时呢大多是班上前几名的资优生。可是，一旦把这些资优生集中在一起竞争，势必会有人垫底，突然变成班上的吊车尾。这种巨大的落差，一方面可能会让学生的信心严重受挫，对自己产生怀疑；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让他们的家长给予更多的压力或责难。有些学生一时承受不起就开始变得忧郁、消极，甚至出现伤害自己的行为。另外，有人认为明星高中的存在让升学压力变得更加沉重。在这些人的观念里面呢，想要进好大学就要进好高中，而为了考进明星高中，很多家长在小孩国中国小的阶段就非常要求成绩，或者送小孩去补习，不想让小孩输在起跑点。而这样的状况呢，让不少人担心考试压力在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了，如果连国中考高中的阶段也要这么的拼，只会让升学压力往下延伸到了国中国小，让学童呢读得非常的不快乐。除此之外也有人提到明星高中的存在会让阶级更加的巩固。一般来说呢，明星高中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但很多明星高中的学生本身家境已经不错了，这样子的资源分配只会让富者越富，穷者越穷，阶级更难翻转。整体来说呢，一些人认为明星高中不只对学生没有明显的好处，也让台湾的教育制度变得更加畸形。但是也有不少人反驳，只是消灭明星高中的话，问题其实没有办法解决。有些人认为明星高中的存在对于经济条件不好但学业优异的学生可能是一个相对重要的机会。他们认为明星高中资源多，读书风气也相对的好，透过公平的考试制度，让这些学生早一点点接触到更好的学习环境，也是一件好事。他们也提到，就算把公立的明星高中打倒，也只是让资源流向私立的贵族学校而已。这几年已经可以看到一些以严格管教、学业为重的私立名校，他们考取顶大的比率逐渐的超越了传统的公立明星高中，而亮眼的成绩呢，也让一些家长抢着付昂贵的学费，也要把孩子送进私中。有的人就担心当越来越多的资优生舍弃公立明星高中，改读昂贵的私立中学，其实才让资源分配更不公平，也会拉大教育的阶级落差，让穷学生呢变得更加的弱势。更不用说，这些私立高中的考试压力可能更大，如果只是打倒明星高中的话，恐怕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那么面对明星高中一直以来的存废争议，政府实际的作为又是什么呢？早在10年前，教育部开始推行12年国教的时候，就是有人推测政府是想要打倒明星高中。不过当时教育部的说法是，他们没有要消灭明星高中，而是希望每间高中都是明星高中。那么回头看这10年来的政策，似乎有朝这个方向努力。
像是现在的高中职优质化方案，就是希望协助学校建立自己的特色，或是高中职均质化方案，也是想要减少社区高中跟明星高中的资源落差。另外，繁星计划的存在呢，某方面是在鼓励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就近的就读社区高中，不要跑去跨区就读明星高中。而政府的目标呢是校校优质，区域均质，让每个学校都是优质的学校，成为不同样貌的明星。不过，现在离这个目标到底有多远？真的有可能让每间学校都是明星吗？这点就比较见仁见智了。在研究议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直在想明星这个标签到底代表些什么。平常我们讲到明星的时候，可能指的是电影明星、唱歌的明星、主持、喜剧、做菜的明星等等，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的人都可以是明星。但想到明星高中的时候呢，大家好像很直觉的就会想到像建中啊、北一这样的升学率很高、很难考上的学校。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呢，是不是也代表着我们潜意识当中认为学业成绩好的学校才值得被关注，值得被当成明星看待呢？这或许也是因为我们都成长在成绩挂帅环境，不断被告知成绩最重要，大家才会特别赞赏这些学业成绩很好的学校。那么，如果现在教育部的目标是想要让校校有特色，人人是明星，可能就要让学生、家长、老师，还有整个社会都相信，除了学业以外的能力也值得被看重跟赞美。只不过这条改革之路真的会比较漫长一点，短期内可能很难看到改变。好的，那今天这集呢，只是我们简单整理了各界对于明星高中存废的讨论，也欢迎有读过没有读过明星高中的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那最后也想问问大家，如果人生可以重来，让你自由选择的话，你会想要读传统定义当中的明星高中吗？当然要，读书风气太重要了，并没有必要，社区高中就很好了，还可以省下通勤的时间，所以根本不想要念高中，学一技之长比较有用。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明星高中存废的争议。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学生过往问题以及研究生有多辛苦的讨论。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